一起来看精彩短剧《别闹我的钟秘书》故事解说。众人围坐一桌用餐，席间气氛轻松平和。钟毅低头吃饭时，忽然尝到盘中鱼肉裹挟着一股浓烈的腥味，胃部瞬间翻涌，泛起强烈的恶心不适感。身边同行的人第一时间察觉他的异常，连忙开口询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钟毅轻轻摇了摇头，只当是当天的鱼肉不够新鲜，腥味过重。可同桌其他人品尝过后，都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味，只能温柔出言安抚，让他安心用餐。在场有人凭借经验看出端倪，结合钟毅反常的反胃症状，笃定的猜测她大概率是怀孕了，直言这种突如其来的恶心反胃是最典型的孕期初期反应。话音落下，钟毅瞬间慌乱不已，急忙出声否认，制止众人随意揣测。可他控制不住泛红的脸颊，慌乱的神态早已将心底的忐忑与不安暴露无遗。身边人见状，好心出声提醒，亲密接触过后，避孕套、避孕药都无法实现100%避孕。一旦身体出现反常症状，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在众人接连劝说下，内心煎熬的钟毅终于吐露了藏在心底的秘密。他坦言自己早已和前男友和平分手，上个月意外发生亲密关系的人并非前任，而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晋晨。说出真相的那一刻，钟毅满心焦虑惶恐，压力瞬间拉满。晋晨外出出差多日，即将返程回归公司，而他深知集团规章制度严苛至极，此前就有女秘书因刻意靠近，主动勾引晋晨，被直接开除，丢掉工作。一想到自己逾越上下级边界，还发生了意外纠葛，他无比害怕重蹈前人覆辙，彻底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没过多久，结束出差的晋晨顺利返程，重回公司，瞬间引发全体员工的热议，整个办公区都变得热闹起来。严总特意准备了一份精美礼物，特意安排钟毅亲手转交给晋晨。这份特殊的差事让本就心绪不宁的钟毅愈发无奈焦虑，整日惴惴不安。好友叔叔敏锐察觉到他情绪低落，心事重重，再三追问缘由。压抑许久的钟毅低声吐露，自己或许用不了多久就会主动离职，离开这家公司。为了彻底避开和晋晨独处的尴尬场面，规避一切近距离接触，钟毅刻意将严总的礼物转交给陆特助，谎称自己急需上厕所，匆匆转身离开。无奈之下，陆特助只能代为转交礼物。心思敏锐的晋晨瞬间察觉到钟毅在刻意躲避自己，当即让人传唤钟毅前往办公室。钟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去赴约，早已做好了被追责、被训斥的心理准备。不等钟毅主动开口解释、道歉，晋晨率先出声发问，询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藏在心底，想要坦白的话。这一刻，钟毅彻底明白晋晨对那晚发生的所有事情记得一清二楚，从未遗忘。他瞬间慌了神，急忙认真解释，当晚的意外绝非自己主动所为。彼时晋晨饮用补酒过后身体不适，是陆哲安排他搀扶醉酒的晋晨回房。后续的亲密纠葛全程都是晋晨主动，自己从未有过半分攀附权贵、刻意接近他的心思。晋晨静静听着他条理清晰的解释，神色平淡，只淡淡感慨，看来他对那晚的所有细节记得格外清楚。紧接着他语气微沉出声质问，既然过错从来不在他身上，那他为何事后频频请假，刻意躲着自己？难道在他心里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翻脸不认人的小人？钟毅连忙慌忙解释，自己频繁请假休养是因为当晚意外身体受伤，需要就医复查，静心休养，并不是刻意逃避、畏惧他。听完他的解释，晋晨眼底闪过一丝玩味，略带调侃的打趣他，初次相处便受伤卧床，属实少见。直白的调侃让钟毅瞬间脸颊爆红，窘迫又尴尬，手足无措。短暂玩笑过后，晋晨收敛戏谑神色，认真询问他的身体是否已经完全康复。确认身体无碍后，钟毅为了保住工作，划清两人边界，郑重表态，自己绝对不会逼迫他为那晚的意外负责，也会严守秘密，绝不对外泄露半个字。还当场发誓，事后自己第一时间服用了避孕药，绝对不会出现意外怀孕的情况。可钟毅这番急于撇清关系的坦诚表态，非但没有打消晋晨的顾虑，反而让他神色愈发沉冷。他反问钟毅，是不是打心底觉得自己毫无担当、薄情寡义，甚至质疑他是在故意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刻意吊着自己。为了彻底打消晋晨的疑虑，斩断所有暧昧可能，钟毅情急之下编造了谎言，谎称自己早已交往稳定男友，两人感情和睦，早已约定年底订婚结婚，现阶段自己只专注于工作，没有任何儿女情长的杂念。这套说辞彻底惹怒了晋晨，他脸色骤然变冷，语气带着浓浓的嘲讽与自嘲，直言自己莫名其妙成了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他步步紧逼，追问他既然有稳定未婚夫，
为何对方对她的过往丝毫不在意？钟意无从辩解，只能硬着头皮谎称男友心胸豁达，不拘小节。敬晨冷冷嗤笑一声，不再多言，让他直接拿走桌上的礼物，直接下班离开。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钟意长长舒了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一番解释过后，大概率保住了安稳的工作。风波暂时平息，新的麻烦接踵而至。钟意同父异母的妹妹钟情主动找上门，言语刻薄尖锐，不停嘲讽她强人所爱，不择手段，还刻意贬低她的出身，嘲讽她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女，肆意诋毁她的人品与名声。与此同时，钟意的前男友林航川也回头卑微求和，诚恳道歉，声称自己已经彻底和钟情断绝所有联系，真心希望钟意能够原谅自己，给他一次复合的机会。看着虚伪至极的林航川，钟意心中满是失望与厌恶，当场戳穿他的虚伪面目。他直言，若不是路人偶然拍下他和钟情街头亲密的视频，自己至今都会被蒙在鼓里。他一眼看穿对方的私心，直指他当初刻意接近钟情，从来不是真心喜欢，只是贪图钟家的家世背景与资源人脉，想要借此谋取利益。面对林航川死缠烂打的哀求，钟意态度格外坚决，果断拒绝复合，让他彻底死心，不要再纠缠自己。两人当众拉扯争执之际，林航川无意间看到钟意包里掉落的孕酮片，瞬间认出这是避孕药物，误以为钟意分手后私生活混乱，周旋于不同异性之间，情绪瞬间暴怒。而此刻身处办公楼的敬晨恰好透过窗户看到了骑着简易小电驴的钟意，听闻陆特助告知钟意每月底薪12000，他不由得感慨他生活朴素，代步简陋，同时贴心叮嘱下属4日给钟意放1天假期，悄悄跟随他的小电驴，默默守护他的出行安全。另一边，林航川依旧蛮横纠缠，不肯轻易放手，步步紧逼，百般纠缠，让钟意脱身无门。就在他孤立无援，陷入困境之际，敬晨突然现身。他气场冰冷，气场压迫感十足，当场拦下纠缠不休的林航川，直言和钟意有纠葛的人是自己，轮不到外人知会。强大的气场瞬间震慑住林航川，让他不敢再有任何放肆举动，只能狼狈不堪的仓皇逃离现场。危机顺利解除，独处的两人氛围格外微妙。敬晨精准戳破钟意已有未婚夫的谎言，句句直击要害。钟意满心愧疚与尴尬，连忙诚恳道歉，坦白自己撒谎只是为了和他彻底划清上下级之外的界限，刻意疏远避嫌，并非有意欺骗。敬晨静静看着他拘谨疏离、小心翼翼的模样，直言他此刻刻意躲闪、刻意保持距离的样子，远没有那晚相处时真实可爱。被戳中心思的钟意心慌意乱，只想立刻逃离现场，却被敬晨出声叫住。他没有多余的质问，只说想要洗手，让他带路前往就近的洗手处。看着公共区域简陋破旧的水龙头，敬晨满脸嫌弃，甚至强势反问钟意是不是不想继续任职工作。迫于老板的压力，无奈之下，钟意只能带着他前往自己狭小简陋的出租屋。走进朴素狭小的出租屋，看着屋内简单局促的陈设，敬晨忍不住暗自调侃，整体布局简陋朴素，让人倍感无奈。钟意尴尬不已，连忙解释自己只是单纯提供洗手的地方，并无其他心思，随即快速指引他前往洗手间。他早已在这间小出租屋居住2年，早已习惯了清贫简单的生活。洗手过程中，两人意外发生肢体触碰，钟意瞬间慌乱躲闪，不停低头道歉，局促的手足无措。敬晨看着他慌张无措、格外乖巧的模样，心底悄然滋生出异样的情愫。随后他无意间瞥见钟意额头的伤痕，轻声开口询问缘由。紧接着他忽然直白询问钟意自己的样貌如何。钟意立刻回神，连忙真诚夸赞他是整个倾城最帅气出众的男人。一旁随行的下属如实汇报，钟意性格胆小内敛，安分守己，平日里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敢对老板有任何非分之想。下属还解释，公司以往性格大胆外向、主动靠近敬晨的女员工大多都被开除，留存下来的都是内敛安分的员工。送走敬晨后，独自留在出租屋的钟意满心忐忑不安。明明事后按时服用了避孕药，可连日来持续的恶心反胃、身体不适，让他心底的不安愈发强烈。纠结犹豫许久，他最终买下验孕棒自测，而检测结果让他彻底崩溃绝望，她意外怀孕了。突如其来的结果给了他沉重一击，巨大的慌乱与迷茫席卷全身，让他彻底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后续的生活。心绪纷乱、压力巨大的钟意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刻意隐瞒近况，谎称自己依旧单身。母亲在电话里不停念叨劝说，让他尽早辞去秘书工作，回老家找一份安稳清闲的工作。她是嫁人成家，千万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独自辛苦抚养孩子，
落得孤独终老的下场。可挂断电话后，母亲却暗自吐槽钟义气质轻浮，未婚先孕，孩子生父不明，直言是有其母必有其女。母亲的非议与自身的困境，让钟义暗自下定决心，他绝对不会让腹中的孩子背负私生子的名头长大，绝不允许孩子遭受旁人的非议与轻视，坚决不会重走母亲孤苦半生的老路。心烦意乱的他直接拒绝了朋友的外出邀约。朋友看穿他的反常情绪，特意发来一则重磅消息，自己一时口快说漏嘴，告知靖晨奶奶，靖晨此前曾和女性亲密接触，甚至有可能已经有了孩子，靖奶奶次日将会亲自前往公司查证，只是并未透露女方身份。深夜，靖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海中反复回放着和钟义相处的点滴画面，频频梦到两人的亲密场景。他满心烦躁费解，始终想不通自己为何会对这个胆小普通、格外平凡的女孩念念不忘，只能起身冲洗，强行平复心底躁动的情绪。次日上班，公司全员都能明显察觉到靖晨心情极差，周身气场冰冷压抑。钟义按时将整理好的工作资料送入办公室，主动为前日的小失误诚恳道歉。面对靖晨的追问，他不敢坦白怀孕的真相，只能编造借口，谎称自己近期肠胃虚弱，频繁恶心反胃。这套牵强的借口让靖晨心生调侃，却没有过多深究追责。他忽然突发兴致，执意让钟义当场唱歌、朗读文书。两人短暂在办公室卫生间独处时，门外突然传来靖奶奶的呼喊声，两人瞬间紧绷慌乱。靖晨连忙出声回应，谎称自己正在洗手间，让奶奶先去办公室等候。待门外脚步声走远，他拉住想要趁机逃离的钟义，直言这场风波因他而起，需要他配合自己收尾解决。片刻后，两人一同从卫生间走出。靖晨看到钟义衣物被弄脏，主动提出为他购置新衣，被钟义礼貌婉拒。随后钟义主动上前接待靖奶奶，奶奶开门见山，直接表明来意，直言听闻他和陌生女子亲密相处，对方疑似怀孕，严肃叮嘱靖晨必须承担责任，靖家绝对不会做出始乱终弃的事情。靖晨试图遮掩隐瞒，辩解对方性格胆小内敛，贸然曝光会吓到对方。可靖奶奶目光锐利，转头的瞬间便锁定了一旁局促不安的钟义，瞬间洞悉了所有真相。他笑着打趣钟义，温柔询问他是不是已经怀孕。钟义瞬间慌乱，急忙解释自己事后服用了避孕药，恳请奶奶不要误会两人的关系。奶奶丝毫没有介意，笑着安抚年轻人慢慢来，不必急于求成。随即他拿出一枚珍贵的靖家传家首饰，执意赠与钟义。奶奶真诚坦言，靖家择偶从不看重门第出身，只看重人品心性，自己十分认可钟义的品性，让他日后若是受了委屈，尽管告知自己。钟义受宠若惊，连连推辞，却被奶奶强硬收下。靖晨连忙开口解释，两人并无特殊情愫与关系，却被奶奶直接打断。奶奶早已看穿一切，深知年轻人偏爱低调相处，不停夸赞两人般配契合，主动鼓励靖晨主动追求，早日修成正果，还承诺会严格保密此事，绝不对外泄露。奶奶离开后，钟义立刻将首饰归还，反复澄清自己绝非攀附权贵，想要借机上位的人，希望靖晨能够相信自己。靖晨拒不收回送出的信物，为了让他安心收下，谎称这是提前发放的年终奖，又故作严肃施压。钟义无奈之下，只能暂时收下这份贵重的礼物。奶奶离去后满心欣慰，暗自感慨靖晨终于开窍懂事，靖家终于有望延续香火。公司召开全员大会，台上负责人汇报集团整体业务稳步向好，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全程沉默冷淡、神色疏离的靖晨，让钟义误以为他已经彻底放下两人之间的纠葛，内心暗自庆幸自己总算可以安稳留在公司工作。次日一早，钟义准时到岗，认真汇报当日全部工作行程。汇报结束后，靖晨突然出声，命令他扣紧衬衫最上方的领口扣子。没过多久，公司紧急下发全新着装新规，要求全体秘书岗位员工必须扣紧衬衫全部领口，不得敞开外露。这条临时增设的特殊规定让全体同事疑惑不已，纷纷猜测缘由。不久后，严总的助理联系钟义，告知严总将于当晚6点在品上餐厅设宴，邀约靖晨赴宴。钟义心知肚明，严总一直对靖晨心存爱慕，为了彻底避开暧昧纠葛，他如实告知对方靖晨的饮食喜好。可这番贴心配合的举动彻底惹怒了靖晨，他脸色阴沉冰冷，质问钟义明知对方别有用心，不帮自己推脱应酬，反倒主动牵线搭桥。靖晨心底满是不悦与烦闷，世人皆费尽心思攀附靠近自己，唯独钟义一心疏远，刻意避嫌，一次次将自己推给别人。他强势下达命令，要求钟义当晚全程陪同自己赴宴。赴宴途中，
他看到钟毅能和其他同事轻松畅谈，肆意说笑，唯独面对自己时拘谨胆怯，小心翼翼，心底莫名滋生出浓烈的醋意与烦躁。饭局结束，返程途中，车内密闭的环境让钟毅不适感加剧，突然剧烈恶心呕吐。他强行遮掩异常，谎称自己肠胃虚弱，急意晕车，以此蒙混过关。抵达出租屋楼下后，敬晨贴心拿出糖果，让他含着缓解不适感。紧接着，他突然认真告白，询问钟毅是否愿意放下顾虑，和自己正式交往，成为情侣。突如其来的告白让钟毅慌乱无措，心神大乱。他亲眼目睹母亲半生孤苦，独自育儿的艰辛，绝不重蹈覆辙，更不愿让腹中孩子沦为旁人诟病的私生子。思虑再三，他只能狠心拒绝。他坦言两人身份悬殊，阶层差距过大，自己只是普通打工人，而他是集团继承人，两人本就不合适。他对自己大概率只是一时新鲜感，热度褪去便会归于平淡。敬晨满心不甘，郑重告知钟毅，自己从未嫌弃他的出身与境遇，这份心意只问一次，让他慎重考虑。钟毅心意已决，态度坚定地再次拒绝。敬晨无奈之下只能放手，驱车离开。返程路上，他心绪复杂，只能自我劝慰，不过是一时新鲜感，不必耿耿于怀。而独自驻足楼下的钟毅也更加坚定了独自守护孩子、安稳度日的决心。次日，心绪难平的敬晨假借朋友的名义前往医院咨询。他向医生描述，有人唯独对一位女生念念不忘，心生执念，对其他所有异性都毫无兴趣，想要寻求缓解之法。医生根据症状分析，告知这是初次亲密接触带来的深刻身心影响，建议多接触不同异性，转移注意力，慢慢便能淡化执念。深夜烦闷无解的敬晨破例让好友安排女生陪伴散心，可面对一众精心打扮的女生，他满心不耐，百般挑剔，执意要求她们褪去身上的香水味，换上职场职业装。好友瞬间看穿他的偏执心思，调侃他是刻意复刻钟毅的模样，自欺欺人。恰逢陆哲因故缺席，好友心生戏谑，谎称敬晨深夜醉酒，特意传唤钟毅前来接人。钟毅匆忙赶赴现场，推门而入，看到满屋身着职业装的陌生女生，瞬间酸涩心寒，瞬间读懂了一切。他沉默转身准备离开，被敬晨急忙拦下。他慌乱解释现场并无任何出格举动，让他不要误会。钟毅强装淡然平静，故作大方地表示自己全然理解，简单叮嘱他注意安全后，便转身准备离去。临走前，敬晨贴心叮嘱他不要随意接收陌生人的物品，谨防心怀不轨之人。钟毅礼貌道谢，没有丝毫留恋，径直离开现场。钟毅走后，看着屋内一众刻意模仿钟毅的女生，敬晨愈发烦躁不耐。对比之下，他愈发觉得钟毅纯粹干净，无可替代，甚至一度生出强行将他留在身边，禁锢在自己身边的极端想法。幸好被好友及时劝阻，才没有冲动行事。经历此事后，钟毅彻底下定决心，刻意躲避敬晨，主动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接触与交集，尽量避开所有独处场景。这天，一位没有提前预约的陌生女士到访公司，直言无需预约，敬晨一定会见自己。这番话瞬间引发公司全员热议，众人纷纷猜测，这位气质出众的女士是敬晨私下认定、打算成婚的伴侣。密闭的办公室内，陌生女士和敬晨闲谈谈心，直言如今的她早已心系钟毅，彻底乱了心神，没了往日的沉稳冷静。她真诚劝说敬晨，若是真心喜欢，就放下身段，主动奔赴，打消钟毅所有的顾虑与不安；若是只是一时新鲜感，便趁早放手，互不纠缠，各自安好。公司召开核心重要会议，全程久坐的钟毅再次突发恶心反胃的症状，身体极度不适，他只能强忍生理不适，低声向在场众人致歉，坦言自己身体欠佳。这一反常的孕吐反应让公司内部流言四起，员工们私下纷纷议论，笃定钟毅是意外怀孕。听闻一众流言的敬晨脸色瞬间阴沉难看，周身气压极低。会议结束后，陆特助向敬晨如实汇报，钟毅身体突发不适，已经请假前往医院检查。这一刻，敬晨彻底印证了自己心中的猜测，心绪错综复杂，百感交集。而独自在医院排队候诊的钟毅，满心焦灼忐忑，紧张等待着最终的检查结果。就在他心神不宁、思绪纷乱之际，一道熟悉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他身后，轻声唤出了他的名字。